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来讲一下关键帧啊。在讲关键帧之前呢，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右边这一块的时间轴区域啊。这个时间轴区域呢，上面有些刻度啊，分别是01s、02s 啊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1秒、2秒的意思啊，1秒、2秒。那么在秒跟秒之间呢，我们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。秒跟秒之间呢有10f、20f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可不是毫秒哦，这个是帧。10f 就代表10帧，20f 就是代表20帧。那么0秒到1秒之间呢，总共有30帧啊，30帧。为什么不是40帧呢？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在左上方这里有个合成啊，我们点一下，这里有个合成设置，我们再点进去啊。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设置好的啊。我们看这里，帧数率多少？30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里帧数率30的话，那么我们这里的1秒钟就有30帧。当然你可以改成40帧啊。我们改一下看一下，改完之后我们发现啊，这个1秒啊，它就变成了40帧啊。方便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来缩小一下啊。好，看到没有？现在的话就是20帧、30帧、40帧，到这里刚好就是1秒啊。我们再把它改回去，改成30帧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左边啊，这里有个0.00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就代表这个时间滑块啊，在我们这个时间轴上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信息。当然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更改，我们改到01。当我们改成第1秒的时候，这1秒27帧的时候，我们右边的这个时间滑块啊，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时间这块区域。我们回车看一下，你看，我们点一下，它就自动跳到1秒27帧这个位置了啊。我们来讲解一下关键帧啊。什么是关键帧啊？关键帧其实就是用来制作动画的啊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我们具体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我们首先呢，用鼠标左键选中这张图片，然后按一下键盘上的 P 键，打开它的位置键。这时候我们发现啊，位置的左边啊有一个小秒表一样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关键帧的一个开关。我们左键点击一下，这时候呢我们的关键帧就启动了啊，就已经打开了。我们再看右边啊，同时右边的这个下方呢也出现了一个40方方的一个小标记，这个就是关键帧。在第0帧的时候生成了一个关键帧，就是我们刚刚打开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第6秒把我们的图片向右移，这时候呢松开鼠标，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啊，这边又自动给你生成了一个40方方的一个标记，关键帧。这时候我们的时间轴区域就有了2个关键帧，第0秒有一个，第6秒有一个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把时间滑块拖到第0秒，我们按一下播放键，发现没有？图片就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往右移动，一直到第6秒停止啊，这个就是关键帧啊，那么我们现在点的是位置，对不对？我们打开旋转再看一下啊，我们再把旋转打上关键帧。我们在第0秒的时候打开它的关键帧，同理，我们在第6秒的时候给它转一圈啊，给它转上一圈啊，这样一圈。这时候我们回到第0秒，我们播放一下啊。这时候呢，它边向右移边旋转啊，好，我们停止。那缩小呢？我们再给缩小打上关键帧啊。我们打开缩小的这个，点一下小秒表，同时来到第6秒，我们把它的缩放啊改成0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它拉回到第0秒，我们播放看一下效果。这时候我们发现它边往右移边旋转一边缩小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其实就是关键帧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给关键帧，我们把这个
缩放跟旋转先关闭一下，先关闭一下。哎，啊，这个我把它关闭一下。删除什么删除啊？删除直接选中它，直接 delete 删除就可以了啊。选中了 delete 删除，然后呢，下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叫做缓入缓出关键帧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关键呢，它是匀速的一点点往右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想要一个缓入缓出的效果呢？什么叫缓入缓出啊？就是一点点慢，刚开始的时候是慢慢的，然后到中间速度变快，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又开始慢慢变慢啊，就是这个缓入缓出。怎么样让它变成缓入缓出的呢？我们选中2个关键帧，按一下键盘上的 F9。这时候我们发现啊，关键帧它的形状改变了，对不对？变成了一个 I 英文单词 I 一样的东西。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啊。好，刚开始有点慢，中间快，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变慢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缓入缓出的一个效果。但是老师，我想刚开始慢，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快，那我怎么调呢？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啊，我们只需要打开它的图表编辑器啊，在这个位置啊。我们选中这2个关键帧，点一下图表编辑器，左键点击，然后我们小眼睛的右边啊，看到这个没有？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我们左键点击一下，选择编辑速度图表啊，编辑速度图表，点一下，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它的一个曲线，就是2关键帧之间的一个曲线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像个小山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很简单，横向是时间轴，纵向是速度轴，它的速度一个轴向，横向是时间轴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它刚开始很慢，然后到最后一直变得很快呢？我们把这个选中它啊，选中单击一下，它变成了一个小黄色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点中了圆，把它往右拉，看到没有？这样的话，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陡坡一样的啊，陡坡一样的。这样的话，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你看，横向是时间轴，纵向是速度轴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加速，然后速度越来越快啊。前面这一段是速度是慢慢往上爬的，到最后就突然一下飞快的速度啊，速度很快。来，我们播放看一下啊，我们再点击啊，退出去，我们点击播放看一下。刚开始很慢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下子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退回去再看一遍。刚开始一点点很慢，最后一下子。对吧？好，那老师，如果我想让这张图片刚开始就一直很快，非常快，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变得很慢，那我怎么那个调这个呢？答案是跟它前面的相反啊，跟它相反。我们点击一下图表编辑器，打开它。卡住了。哦，我们没有选中它，要选中它啊，选中它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让它刚开始的时候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到最后速度慢慢的降下来，怎么办？同样的选中这个左边这个按钮啊，然后点击这个小圆，然后把它往左拉，同时呢，我们把这个小圆往左拉，形成一个平缓的坡。大家记住啊，凡是这个坡度越陡，它的速度越快啊，坡度越陡，它的速度越快。坡度趋近于缓缓的往下降的话，像这个比较缓的一个坡度的话，它速度是慢慢的啊。来，我们来把这关闭一下，播放一下，看一下啊，直接可以播放啊。啊，刚开始很快，对不对？后面就是慢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重新来播放看一眼。对，刚开始很快，然后就慢降下来了，对吧？
好，这个呢就是时间轴曲线啊，时间轴曲线。